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。本周没有 T0 牌组，我们直接来看 T1 牌组。第一套 T1 牌组是杰拉奥拉花舞鸟银半战兽。这套牌组游玩的次数相比上一周游玩的次数是变多了，它的胜率是有 54.21%， 也是我们本周最高胜率的一套。这里有些人会放2张的花舞鸟哦，这个就看大家的喜好了。接下来的 T1 第二套暴击纹紫玉剑1张的费洛美郎和铁火辉夜。这套牌组在本周有 53.59% 的胜率，原本是带2个草系专属斗篷的，现在是带了1个头盔哦，这样子的容错率会比较好，尤其是可以骗走对方的古斯马哦。毕竟我们最主要的是暴击纹嘛，这个斗篷给我们的暴击纹1张就非常的足够了哦。其余的我们小人牌呢，其实可以释放这个头盔来为我们多反伤出这20点的伤害哦。接下来的是20大王虚无伊德铁火辉夜。这套牌组呢也是越来越多人玩了，胜率呢也是逐渐的变高哦。本周这套牌组是有多带了1张异兽觅食，异兽攻击时呢会多10点的伤害哦。搭配20大王呢就可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，觅食搭配水母也是可以直接打掉对方70血的宝可梦哦。20大王本周胜率是 53.2% 哦。接下来的是暴击纹。这是第2套暴击纹，暴击纹费洛美郎，还有1张的紫玉剑和铁火辉夜。这里是带了2张的次日，因为费洛美郎是前后排都可以打20嘛，所以我们是蛮好去触发这个次日的效果的哦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要带2张次日的，你也可以把其中1张的次日呢换成妈妈，也是可以的。这套牌组在本周有 52.82% 的胜率，这2套暴击纹其实也是蛮强的哦。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20大王搭配42真龙虚无伊德和铁火辉夜。这套牌组呢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，它本周胜率有 52.51% 哦。从这次的排行榜来看，其实20大王的胜率都一直在提升哦。相信大家最近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20大王哦。好，接下来的是达克莱伊搭配奇拉蒂娜和1张的虚无伊德。这套牌组的搭配呢，跟以往我们认识的达克和奇拉的这个牌组有点不一样哦。因为有了这个虚无伊德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这个毒针嘛。那有了毒针，其实我们的伤害呢就会非常的够哦。毒针一来一回是20点伤害啊，再加上虚无伊德就是30点伤害啊，30点伤害的再搭配我们的达克莱伊被动就是50点伤害了。达克莱伊本身就可以打80，所以80加50是130，这伤害是非常高的。那奇拉蒂娜呢，打130再加80，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。这一套目前的跟动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哦。这套本周胜率有 52.04%。接下来的是日神菇，日神搭配灯罩夜菇，这套牌组也是没有什么跟动的，在本周它的胜率是 51.47% 哦。这个能量是刚系的能量哦。也找不到比较好的图了，所以就用这个来取代哦。再来的就是小丑了，也就是我们 T1 的最后一套牌组。小丑呢，上一周是在 T2 的，这一周它的胜率有在提升哦，在本周它的胜率有 50.56% 哦，胜率还是蛮高的。这个小丑是搭配银半战兽的，然后带了2张的头盔，可以补足它的伤害哦。这一套牌组呢是带了2张的叶子啊，因为小丑的血量本来就比较单薄了，再加上他打别人130，他就自己会受70血嘛。有了叶子之后呢，可以更方便的让小丑撤退哦。所以这里的是有带了2张叶子的，整个调整之后，我觉得也是变得比较流畅一些啊。喜欢小丑朋友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哦。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T2 牌组，本周 T2 牌组的第一套自爆雌怪搭配花舞鸟和1张的杰拉奥拉。这套牌组不管是打小人牌还是打 ES 宝可梦呢，都是非常的强势啊。比较害怕的是它会卡，如果说你的3合1没有早一点出来的，你可能没办法去累积这个能量呢，可能你就打不出这个爆发，就会被对方给解决掉哦。而且是蛮吃技术的，所以如果你技术不好的，可能没办法驾驭它。在本周胜率有 49.55% 哦，胜率还是蛮高的。接下来的 T2 第2套新喷搭配银半战兽，这套牌组的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哦。在本周它的胜率是 49.25%。这套牌组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我个人游玩之后呢，是觉得它还蛮强蛮不错的哦。接下来的是橘色速销，
这也是带了2张的橘色塑胶 EX 和1张的普通橘色塑胶，然后一阶的我们换成这1颗能量打30的。经过实测之后呢，这个打30的还是比较厉害哦。然后再2张的费洛美郎，这套牌组比较理想的起手是费洛美郎，直接对对方的前后打20之后呢，我们净化橘色塑胶来把对方给收掉哦。这套牌组其实还是蛮厉害、蛮强的。这套牌组本周的胜率有 47.79%。接下来的是 T2 的最后一套牌组，新喷搭配赤焰咆哮虎。这套牌组本周胜率是 47.61%， 游玩的次数呢也是慢慢的在减少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大家都比较偏向 T1 的牌组了，导致呢这些牌组呢就开始慢慢没有什么人在玩哦。本周是没有 T3 牌组的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崛起的牌组。这里的我们会看到银半战兽跟战锤龙啊，为什么我把它排在这里呢？因为在本周几乎没有什么人去玩它哦，玩它的人数非常的少，少到呢它无法进入我们这个榜单里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是已经喜新厌旧了吗？还是觉得说化石有时候真的是太需要运气了？这套牌组累积到如今呢，它是最多人使用的一套牌组哦，但是在本周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玩啊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可惜的啊。不知道下一周它会不会回来呢？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周的榜单哦。好，接下来的就是插字符1张达克莱伊、奇拉蒂娜和阿尔宙斯啊。这套牌组呢也是从我们的 T1 直接调到这里哦。那原因也是跟上一个一样，本周游玩的次数非常的少，而且它的胜率掉的蛮多的哦。接下来的是魔幻假面喵搭配橘色塑胶 EX。这套牌组本周游玩次数也是非常少啊，原先是在 T3 的，这一周游玩次数不达标哈，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的。接下来的是艾露雷朵搭配长毛狗，这套牌组呢跟上一周游玩的次数也是偏少的，但是它的胜率还蛮不错哈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多拿来玩一下哦。长毛狗可以让对方需要多填1颗能量才能触发它的招式。那只要对方多填能量呢，艾露雷朵呢就可以打出更高伤害哦。这个 combo 逻辑是非常的厉害的哦。接下来的是我们本周最后一套的牌组，就是新喷搭配爆焰猎龟。这套牌组我个人蛮喜欢的，只是游玩次数也不是特别的多哈。这套牌组还蛮吃起手的哈。好，那这就是本周的强度排行榜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哈？那在本周我是有调整了一些啦，就把能量直接写在上面，还有这个胜率我也直接把它列出来了，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前面哦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的朋友们呢，也是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研究一下。觉得对你们有所帮助的，记得点个赞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